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八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呀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呀？你好，我是四时之宫新古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嗯，说出去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恭迎各位公主、师掌门。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头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三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3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辞葬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情况？师祖息怒啊！师祖
息怒。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。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魔域的。慈藏道君的刺，不是慈祥的刺吧？500年过去了，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十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缕，今日特携弟子百命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逆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，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哎，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。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哈。嘿嘿。啊！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！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前辈，且慢！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，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
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，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100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 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
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留住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。从出生起便被灭族，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，会将仇恨转嫁到弟子身上。哼哼，你以为他会在乎这些弟子吗？他心里还记着与八大公的旧账呢。当初我们的父辈……好难受呀，我好难受。师祖，我好难受呀。师祖，师祖，把我身体里的这团火拿出来。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往日八大公喝他的血，又让他在三圣山被关了500年，他的仇恨只会与日俱增。师祖对待他们尚且毫不留情，要是有机会直面我们八大公，恐怕会更加为所欲为啊！殷公主说的对啊，哎，她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这。师祖有灵火在身，其实力远超各位。如果此时贸然挑衅师祖，怕是最后也落得一个惨死的下场。如今师祖虽已练出灵火分身，但三圣山封印尚且稳固，师某还恳请各位切勿轻举妄动。你以为这些弟子为何进山？不过是受了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的命令，来涂抹我的血跟命。他们都不敢进山，那个人却大摇大摆的来我这儿放松身心。等会儿，师祖，你在监视我？没有，我是个斜眼，我在看那边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，简言之，度假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话到嘴边就变了？肯定是这孙子搞的鬼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化 buff 这种东西！你不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为什么不想杀我？我不过是一条无辜的咸鱼罢了，修为低成这样子，多想不开要杀你。当真如此？不然呢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我死定了，这个 buff 太害人了。救命啊！到底杀我还是不杀我？给个痛快吧！
弟子不敢。你诈尸啊！你竟然还活着，妹子啊！我是说，你没死啊？我当然没死，我无意冒犯师祖，师祖只是给我个教训，小惩大戒罢了。我一定会谨遵教诲，日后谨言慎行。师祖今日如何？哦，他呀，不行。老板的八卦怎么能随便说？报告师姑，师祖一切都挺好的。能侍奉师祖是你的荣幸，你好自为之吧。那看来这师祖说杀人是故意吓我呢。这么一说，这师祖怎么一点都不像师祖，像个小学鸡一样？那或许这师祖除了脑子不太好之外，也不是个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嗜杀的主。他既能替我缓解灵火给我带来的灼烧之痛，若他真的对我毫无贪念，的确能成为一枚好棋子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以这魔域间隙为由，把门打开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至少不用上班打卡，睡得好舒服。没水了。这名弟子似乎很得师祖喜爱，能够自由出入中心塔。是啊，不知道他有何特殊之处？难不成只有修为低才能接近师祖？谁知道？你怎么还没死？惭愧，我这个人呢比较低调，就还没有遇到危险。先前让你在大殿上逃过一劫，算是你命大。你最好别对师祖有什么下作心思，否则，你迟早都得死。怎么？哦，你是怕他先你一步，获得师祖的青睐吧？就凭他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低等灵根，他也配？低等灵根又如何？难道修为高、出身好，就天生高人一等吗？那是自然，怎么也入了？你出身卑贱，所以跟他惺惺相惜了？我劝你啊，最好再找一个同伴，他的身份比你这个低等灵根还要低。这位同事，这位师姑，你觉得我是个废柴可以，怎么搞起人身攻击了呢？你仗着自己修为高，就欺负能力比你弱的人，是不是气量太小了？满口胡言乱语，果然物以类聚。之前他们那么辱骂你，你都没有反击过，今日怎么愿意帮我出头呀？他们看不上我这个落后分子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借题发挥，
拿人的出身说事儿，太过分了。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没有瞧不起我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又好，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。我的感谢礼物，很甜的，你试试。谢谢。我真的越来越喜欢这儿了，又不用上班打卡，还遇到了好同事。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葬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。今日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。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头位了？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葬道君，但听着道好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那些为善之徒，将我囚于这无光之域。你别过来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他竟是魔域之人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来调整作息，放松身心。你不想杀我？你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？脑子有问题啊！玄幻世界害我，这里竟然还有真化 buff 这种东西。没想到你也好这口啊！能把一条巨蛇养成中巨，祖宗不愧是祖宗。竟然直接睡着了。他比那些蠢货聪明，不仅没到我面前来找死，还笼络了那条蠢蛇。您的血还有止痛功能啊！敢吐我就杀了你。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若无缘无故，无冤无仇。无冤无仇，无缘无故，我就是要杀了你，你又能怎样？他竟然能缓解灵火带给我的灼烧之痛，或许可以利用他一番。日后换你来伺候。我啊，又要爬楼？不想死就跟上。够了。老板，老板，上下级要保持一定的纪律。究竟何为老板？老板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奖赏的人。那和养牛马有何区别？斗不过师祖而已，可你这小屁孩都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如此好的机会，为何不趁机偷血凝花？上次您不是用血救了我一下吗？我就是想，以后您能不能用您珍贵宝藏的血液，及时救我于危难当中啊？那魔域间隙，为我缓解了不少灵火带来的灼烧，或许我可以强行破除封印。难不成师祖不是在这儿闭关，是被封印了500年？师祖身上的伤疤，难道是被封印时留下的？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。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？新月夜就要来了。我在这里被关押了500年，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的最后的时候。老板，您真的没事吗？不会，
根本没有受到新月的影响，没有元气大伤。就算我虚弱至死，对我来说还是太弱了。我现在已经元气大伤，此刻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。懂了，的确是个拔剑老板的好机会。把剑拔出来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动手！你们怎么非要逼我？我的命就在此，来拿吧。他病了，立起了，是好。是想用我们八大宫前来，用我们的铁血之风。到这一刻，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，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这些花叫日月幽檀，花的种子是司马氏族人死后身体里留下的骨珠，恶人死后骨珠种出来的花，则是无药可解的剧毒。而善人的骨珠所种出来的花，则是可解毒的灵药。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，选的应该是灵药，嘿，运气不错。没想到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八大宫的联手横困，这个婴儿竟是师祖。八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八大宫只是提线木偶，施千里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灵火烧的你又烦躁了。果真，它不仅能缓解灵火带来的灼烧，也总能莫名平息我的怒火。老板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杀人。已经准备了500年。师祖，恭迎师祖出关。现在终于出来了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并不开心呢？飞升成神，只不过是这世间的一个笑话罢了。那些飞升的仙人，并没能去往神界，而是消散于这天地之间。怪不得八大宫跟师氏敢这样毫无顾忌地算计你们剩下的司马氏族。司马家，这种命运，你永生永世都别想摆脱。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而今破局逆命，唯取最后一次，后戏就要开始了。只有他能杀了司马昭。这个身体的原体真的带着刺杀任务进的三圣山？难道我是个反派？你真的以为靠这些伎俩就能杀得了我吗？你狂妄至死，终得报也啊！只要我们以心改变，就可以撼动天命。天元，魔与霸，我定要灭了你这毫无慈悲之心的天！庭言，我本就不能长久，我把这火留给你，从今往后，
你便是第二个我。司马昭，你凶残至此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昭，你不得好死！庚辰先父哪个人不惦记着我的血？待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现在的样子，让我很想立马了结了你。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你要我杀，可我偏不杀。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我现在是师祖之名的人，我已经弃暗投明了。哦，我是你。弃明投暗了。山中有那么多人，他凭什么选中了你？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我就想做条咸鱼，这么难吗？再过几日，便是庚辰先父万年以来最热闹的时刻。总觉得这祖宗要搞一票大的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，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啊！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都要一一讨回来。500年了，一切都要结束了。从主线上看呢，这是一个大魔王师祖和咸鱼弟子跨越3个地域相爱的故事。这世间我唯独爱你，你是这天地间唯一能让我不战而降的人。从相知相识再到相爱，这整个变化的过程是非常动人的。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回到你身边。爱情之外呢，咸鱼又涉及男主的家族的悲剧和反抗。这座山再也困不住我。女主在异域世界中的成长。司马昭，你凶残至此，简直就是个魔头！司马昭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，是一个孤独的强者，明辨是非的人。以彼之道，还治彼身，是一个逐渐被现代人的思维模式所影响的人。什么是前男友？就是不应该出现，甚至应该当他死了的人。那的确该死。廖廷艳，廖廷艳，你就是一个咸鱼，靠躺平升职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幸运。他身上有一种很中庸的态度，虽然说有些人会觉得廷艳懒懒的，不会很功利，然后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能把自己安置得很好。不许睡了。亲爱的老板，睡眠不足，有黑眼圈的。朱玲，收手吧。叶如琳她是一个很有层次感的角色，背负了太多的她这个年纪不该背负的事情。我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我还要带我的族人回到故土。她有太多的不得已。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廷艳，念九，对不起。黑念九这个角色非常纯真，漫长的岁月里陪伴了师祖的一条大黑蛇，也是叶如琳的迷弟吧。这个给你的谢师礼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随时出现在你身边。司马昭被关在三圣山当中500年，他不知道什么是感情。你别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也只是觉得师祖可能有点凶残残暴，在知道了师祖的身世之后，开始逐渐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。
慢慢的就两个人走近了。廖廷艳对于司马娇而言就是小太阳一般的存在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本人已睡着，请在低声后留言。滴。魔界的司马娇是有非常大的变化。他怎么哭了？廷艳她的那个记忆被篡改。在试图唤醒廖廷艳的记忆，其实也是在用廖廷艳当年在无限府跟他说的那些话。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。你是你自己。所以他们两个是一个相互救赎的关系。我看到你了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这一次我们真正的结为夫妻吧。廖廷艳与司马娇，今日这3世过往的画面重在我面前，那些美好的或留有遗憾的瞬间。你可知3界之外还有别的世界？别的世界，我们将这里是。我们去哪儿啊？干羹口感顺滑，入口即化。哇，188大帅哥！哇，想在司马娇的鼻梁上滑滑梯。好戏就要开始了。世人皆贪婪，庚辰先父哪个人不惦记着我的心？为什么不动手？无缘无故，无冤无仇。他的世界观架构比较新颖，罕见末法时代视角的修真剧，八大宫各怀心思，几乎算是全员恶人。现在观众对于仙侠的要求和期待值那都越来越高。我们需要找出一部既符合当下年轻人审美趣味、带有仙侠气质的好故事。剑鱼就具备这样子的条件。美术和造型方面，我们也希望配合世界观去做出差异化。结为2个字就是憧憬，丰富的憧憬感去冲击观众的眼球。色彩的运用上，给它赋予一种新的感染力比较强的表现形式。仙家的旅游景点拍的就是不一样啊！血肯定要表现出来。从真实进去以后，它的反光度呀，仙侠剧一起一落的那个面料的水度是不一样的。八大宫选秀百人女团全部做的新的，总共将近3000套衣服。始祖呢是一个黑红调子，全部用的是罗加一些香油纱，但每一层纱的质感，每一层纱和纱之间叠的颜色会出不同的效果。这套衣服非常有代表性，大概看出司马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。外表很高冷的这样一个形象，他又非常的有能量，就像灵火一样，非常顽强的生命力。在导演的光影下，视觉效果特别好。廖廷艳的大战那套比较难做，还有裸色的那一套，我用新的工艺来做的，那个打小样就打了半个多月，20来天，做了2个月，我觉得挺值的，大家也都很喜欢。服装老师给廷艳选的大多数都是纱的质地，整个人非常的灵动。我印象很深，我们组特别爱放烟，还会放一些蜡烛，就增添一些画面上能看到的层次感的东西。恭迎各位公主，
在这种人数较多的一个礼仪大场面，需要保证这么多人在最短的一个时间内学会礼仪，到整齐行礼，细节是非常重要的，会影响到整个画面。拍摄前也会一遍一遍的带领大家去学习，一个个去做调整。我开机第一天就有和水獭的对手戏。生物上呢是这个戏的一大亮点，水獭和黑蛇造型呢与主创导演反复打磨，提前也是为水獭设计了动作和表情的肌肉运动方案。材质上提前定制了毛发样本，并在现场的灯光环境采集信息，方便更好的呈现效果。水獭呢是4足毛发，在技术上是比较难的，要反复的推敲磨合表演动作。这次在线语里面是第一次和数字角色进行比较大量的表演。最早的这个大黑蛇中间的水獭，导演总是给我模拟水獭的表演会是怎么样，会有一些我意想不到的反应。这个我觉得是这次无实物表演最难的地方。我们在写实的基础上处理拟人化的表演方式，使这个角色更加灵动，更契合演员的性格特点吧。我们搭建了很多我们这个世界里的实景，不过还是得有绿布的成分在。你站在一块蓝布绿布面前，要想象无数道天雷打下来，它带来的气味、烧伤力、灼伤力等等，很有意思。剑鱼的制作量还是比较大的，有600多分钟视效，角色表演级别的动画有500多个镜头，时间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。每部剧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经过大家的上下齐心一起努力，其实都完成的还是相当顺利。